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，所谓的黑天鹅指数，也就是 SKEW 这个指数。那这个呢是美国的 CBOE， 也就是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所编出来的一个指数。那它的来源呢，主要是依据这个非常价外的一个选择权，非常价外的一个卖权，去算它的价格，所算出来一个指数。那这个公式呢，我会秀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公式是有点复杂哈，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在统计学里面的一个偏态的一个现象。那讲到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这个黑天鹅啊。在金融市场里面的黑天鹅呢，是说它不太可能发生，可是呢，它又发生的一个事件呢，我们把它叫做黑天鹅事件。那这个来源是因为以前在欧洲呢，它都是白天鹅，在欧洲呢，它没有黑色的天鹅。那自从这个欧洲人发现这个澳洲之后呢，发现在澳洲呢却有黑色的天鹅，所以呢，从这个不可能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呢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黑天鹅事件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CBOE 编这个 SKEW 指数，它的这个来源呢，主要是它把非常价外的选择权，看它的价格的这个状况来编制成这个指数。因为这个在统计学里面，这个偏态指数呢，事实上它可能比较小啊，所以呢，它把它放大之后呢，形成现在的 SKEW 指数。那这个指数呢，为什么被称为这个黑天鹅指数呢？我们刚刚讲过说，这个黑天鹅事件呢，是说，这个金融市场大家预期不会发生，可是它却发生的事情，比如说911事件，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说会有一架飞机撞在一个建筑物上面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、最能够代表黑天鹅事件的一个事件。那这个当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呢，对这个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冲击呢，会变得非常的大，因为大家并没有预估这个事情发生，而它却发生了，所以会造成这个股市的可能会是崩盘或是大跌，瞬间的这个崩盘。这个指数不是说它可以预估黑天鹅事件，而是说大家在预估未来的不确定事件发生的这个几率呢，可能越来越高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就会去买非常远的一个选择权来做避险。比如说，假设现在台股是12000点，那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在1-2天之内，这个股价会跌到9000点呢？可能很难。但是呢，却在9000点这个选择权上面呢，却很多人去买进这个 put， 就买进这个卖权来做避险。所以当这个9000点，也就离现在12000点到9000点还有3000点这个空间呢，很多投资人呢却去买这个非常远的这个保护。如果说一般9000点非常价外这个选择权呢，它的价格是很低的，因为它很价外，所以几乎是不会碰到。可是当这个如果9000点这个非常价外这个选择权的 put option 也就是卖权呢，它的价格急速的往上飙的时候呢，这就表示说大家预估呢这个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发生。所以这个黑天鹅指数呢，它只是一个预估说人们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不确定的事件呢，可能即将发生。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 SKEW 指数呢 SKEW 呢这个指数呢，来作为这个股票呢会不会崩盘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这个 SKEW 指数呢，跟我们上期所提到这个 VIX 指数呢，其实它只是一个预估，一个心理状态，而不是真正说这个 SKEW 它如果真的飙得非常高的时候呢，这个黑天鹅就会发生，就是股市就会崩盘。但是呢，它可以提醒我们一点说，当这个 SKEW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表示大家的心理状态呢是越来越不安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越来越害怕说未来的不确定事件呢，越来股票崩盘的几率呢可能会越来越高。所以呢，很多的机构法人或者手上有大部位投资人呢，他不去买比较价内的选择权，比如现在台股是12000点，他不去买11500点或是11000点的这个 put option， 就是它的
买它的卖权，而却去买8000点、9000点这么远的一个这个卖权，也就是说他们很害怕说，当一个不确定发生的时候呢，这股票会崩盘，所以他们用比较远的这个选择权呢来去做避险。所以这个指标呢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人们心情越来越浮动的时候呢，他对于这个远端的选择权呢，它的需求会越高。它需求越高之后呢，这个远端的这个 put option 呢，远端的卖权呢，它价格就会往上冲。那往上冲呢，这个 SKIM 指数呢，它就是往上。所以这个 SKIM 指数呢，是一个提醒我们说，这个很多人他已经非常害怕这个不确定事情可能即将发生。所以这个跟我们讲这个 VIX 指数一样，它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股价的涨跌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判定说大部分的心理因素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SKIM 指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历史的这个轨迹大概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从 CBOE 的网站上呢，可以抓到这张图。那这张图呢，是从1990年以来呢，这个 CBOE 它所统计的一个 SKIM 指数。那 SKIM 指数刚刚讲过，它是一个偏斜的指数。我们知道在统计学里面呢，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常态分配呢，它就是一个左右两端呢，它都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状况，我们把它叫常态分配。但如果说它的一个这个分配呢，往左移或往右移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比较偏锋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 SKEW SKIM 指数呢，它就是在测量这个偏离的一个状态哈。所以如果说这个状态非常偏离这个，我们是刚刚讲说这个 put option 这个卖权远端的卖权非常偏离的时候呢，这个就表示说大家这个心态上呢是有一些恐惧的哈。那这个 SKIM 指数呢，从这个 CBOE 统计里面呢，大概可以看出说，从2019年往前推6年，就2013年到2019年呢，它的这个指数的平均值大概在130。那再往前推10年，也就是2003年到2013年呢，它的平均的这个指数呢，大概是在120。所以这个 SKIM 指数呢，其实它是慢慢的往上移的哈，就是说就算它现在目前的位置在143点，在143点左右，那今年的最高大概有到150点。可是呢，虽然说大家很恐慌，可是股市也并没有崩盘。所以我们提到说，这个指数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大部分人怕或是预估这个股市呢即将崩盘，所以造成这个指数呢会往上冲。可是150是不是高点呢？不知道，只是说它是一个相对的高点哦。那150点会不会崩盘呢？当然也是不一定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的状态。只是说现在大家非常害怕这个股市会崩盘，所以造成很多人呢去买非常远端的这个选择权，所以才造成这个 SKIM 指数呢这个维持在一个很高的地方。但是要到多少才会崩盘呢？我想这个金融市场呢，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事情。如果有确定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了。我们在上期讲到这个 VIX 指数跟这一期的 SKIM 指数。那 VIX 呢，它是把买权跟卖权的这个算出它的隐含波动率，所以 VIX 呢是一个隐含波动率的指数，也就是说我不确定的这个心理状态。而这个 SKIM 指数呢，是说我对未来即将要崩盘的这个心理状态，我的预估是多少？所以这个 SKIM 指数呢，它可能更能够代表这个对于这个市场的不确定，而且市场的恐慌。所以虽然说台湾现在没有这个 SKIM 指数，而且也比较少人去谈论这个，但这个指数呢，它更能够代表说大家心里面的一个状态，一个恐慌的状态。所以我们上期节目有提到说，在股市很高的时候，或是股市高点盘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 VIX 指数呢，它也是在低档的盘整，除非是股票突然崩下去的那个一刹那呢，这个 VIX 指数呢才会往上飙。可是我们看呢，当这个美股在很高档的地方呢，这个 SKIM 指数呢，它就会持续的往上冲，表示说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呢会加深。我很恐惧说，在未来的数天或是数周之内呢，这股票可能会崩盘，所以我就花了一个很少的成本去买个非常远的一个选择权来做避险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SKEW SKIM 指数
也是我们习惯称的这个黑天鹅指数。所以这个指数的高低呢，并不见得说这个事件黑天鹅事件呢真的会发生，只不过说是大部分人害怕这个黑天鹅的事件呢会发生，所以去买一个非常远端的这个卖权，就是 put option 呢来做避险。所以当这个指数越高的时候呢，可能投资人要非常的小心说，这个大部分的想法是说，这个股市呢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。那到底这个指数要多少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呢？那这是没有一个定论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数字。所以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。